5岁小女孩阿玛雅神秘失踪。作为现场目击者的小摊商贩不仅在第一时间逃离了现场，此时更是鬼鬼祟祟地将一个大箱子塞进了车子后备箱。每年的1月5日，马德里市政府都会组织盛大的彩车游行，以此迎接三王节的到来。而2010年的盛会当天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儿童失踪案。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5岁的女儿阿玛雅前来参加盛典，即便此时阴雨连绵，也无法浇灭人们迎接节日的热情。骑在父亲肩膀上的阿玛雅被不远处的气球所吸引，她随即告诉父亲自己想要一个，似乎喜欢气球是小孩的天性。面对即将到来的三王表演，母亲表示由自己先占着位子，然后让父亲带女儿去买一只。于是男人带着阿玛雅急忙来到了玩具售卖摊，他把女儿随手放在了地上，然后掏出了钱包准备付钱。正是这撒开了手的功夫，小女孩转头被不远处掉落的彩灯玩具所吸引。当男人付完钱低头，却看到女儿竟然不见了。慌乱的他随即四处寻找，并大声呼喊阿玛雅的名字，可叫喊了半天根本没有任何回应。与此同时，女人似乎听到了丈夫正在呼叫阿玛雅，深感不对的她急忙来到了丈夫身边，两人一对接才知道女儿不见了。忐忑不安的情绪瞬间让两人崩溃，他们开始分散去寻找女儿的身影。男人爬上了车顶四处张望，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身着黄色雨衣的小女孩正在跑向另一边，心存侥幸的她急忙冲了过去。或许在这极短的距离里，男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刻，可结果却是绝望的。这个女孩根本不是他的女儿。这一瞬间，男人只感觉整个天都塌了下来。当两人再次碰头后，只找到了阿玛雅掉落在地上的兔头面具。伴随着他们无助又害怕的内心，一起离奇的失踪案开始慢慢向全城发酵。第二天一早，5岁小女孩阿玛雅失踪的消息便出现在了各家媒体上，而警方也根据调查监控得知，阿玛雅似乎是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了。随后，高层便发布了媒体见面会，警方希望通过媒体向大众分享阿玛雅失踪案的相关信息，并呼吁广大群众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而负责此案的女探长格林排查了整个广场后，最终在一个楼道里找到了小女孩身上的黄色雨衣，也就是说，有人可能给小女孩重新变了装后将其带离了广场。格林让手下去调查一下那个卖气球的商贩，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同时去和特殊部门做交接，让他们扩大搜索范围，并把阿玛雅的照片贴满全城。交代完这些，格林来到外面想要喝一杯咖啡给自己提提神。也就在这时，来自南方日报的新人女记者米伦找了过来，两人之前似乎打过交道，米伦想要知道一些具体的细节，而且保证不会公布出去。但格林却告诉他，警方目前只知道阿玛雅被掳走了，如果米伦公开信息打草惊蛇的话，最不利的还是那个小女孩。另一边，阿玛雅的父母在短短的一天里仿佛经历了世界末日，他们整日以泪洗面，为了寻找女儿，他们也通过媒体祈求得到公众的帮助。女人痛苦地描述着女儿失踪前的所有信息，而不远处的米伦也和组长赶了过来。在他努力地记录着各种信息时，组长告诉他，失踪女孩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在沿海开了好几家酒店，而站在他旁边戴墨镜的是他的好友，身份是城市规划议员。这家伙曾在一起反腐案中差点被捕，不知道女孩的失踪究竟和这些家人有没有关系。当阿玛雅的父母向媒体公布完细节后，便伤心地离开了这里。在所有人都离开后，米伦单独找到了阿玛雅的母亲，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希望有时间能和女人仔细地聊一聊，自己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她。即便米伦表现出了很大的善意，可在阿玛雅的母亲看来，这都是为了利益而言，她不想说任何无关女儿的话语。米伦只能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她。此时格林带着手下再次来到了广场这边，他们先是分析了一下阿玛雅失踪的经过，然后来到了黄色雨衣被遗弃的楼道里。两人准备重新对居民楼里的人一一询问，看看是否有人看到了事情的经过。没想到在和一个老奶奶交流时，却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她在楼上似乎看到了2个人带着女孩离开，但因为下雨的关系并没有看到对方的模样。与此同时，手下也收到了一个消息，紧接着格林带着他就找到了当初贩卖气球的小贩，此人曾因故意伤害罪蹲了2年牢。而这次通过广场的监控看到，小贩起初一切都是正常的，但看到女孩失踪后，他竟然迅速地逃离了现场。面对格林的质问，商贩表示自己绝没有掳走那个女孩，他只是害怕自己牵连进去，因为自己现在也有个同样大的女儿，害怕因为曾经的事让女儿遭人非议。听到这里的格林让他待在家里，暂时不要出城，警方随后会对他进行详细的笔录。另一边，米伦正和组长通过目前已知的信息进行交流，他表示自己一直都在观察失踪女孩的家人以及他们的社交圈。米伦认为掳走女孩的人可能认识她，假如是强行掳走的话，现场不可能没有目击证人，毕竟当时周围有那么多人。可组长却表示任何人都有这种可能，毕竟谁也无法判断当时站在女孩身边的是不是她的家人。即便女孩一直在哭闹，人们也只会以为这是普通的小孩闹情绪。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米伦通过信息找到了阿玛雅父亲的好友大卫一家。大卫有着一家属于自己的搬家公司，此时正和家人一起发放阿玛雅失踪的传单。米伦本想通过大卫一家得到一些别的线索，可大卫在得知米伦的身份以及目的后，竟然气急败坏地将米伦赶走了。他似乎不想自己一家的信息被透露出去，
米伦根本没想到对方的情绪会那么大。而在回去的路上，他也突然想起了曾经一些不好的记忆画面。原来米伦曾经被人侵犯过，以至于在得知阿玛雅失踪后，他害怕女孩遭遇自己同样的情况，所以才想要竭尽全力的找到女孩。但以他现在的身份，别人总会以为他另有目的。可就在组长带着新人们讨论这起案件该如何报道时，电视上突然出现了大卫被警局传唤的消息。作为失踪女孩父亲的好友，却有人匿名举报这个男人曾经侵犯过年轻女孩。在格林的询问下，大卫当然表示自己没有做，而阿玛雅的家人也没想到出现了这种局面。阿玛雅的父亲冲进里面，大声地质问大卫有没有做过这事，却被警方的人给拦在了外面。在经过一系列询问后，格林得知大卫一家也曾出现在盛典的当天。根据双方的描述得知，两家人的距离大概有400米，而恰恰在阿玛雅失踪之前，大卫离开了家人，单独出去了几分钟。通过计算，他完全有作案的时间。格林急忙让手下去申请搜查令，并把大卫一家的照片发给那个目击的老奶奶，看看对方能否辨别出来。就这样没多久，警方迅速封锁了大卫的家里和他的搬家公司，并开始进行详细的排查。然而就在这时，格林突然收到了另一则消息，监视气球商贩的警员发现了不对劲，5岁小女孩阿玛雅神秘失踪。作为现场目击者的小摊商贩不仅在第一时间逃离了现场，此时更是鬼鬼祟祟地将一个大箱子塞进了车子后备箱。这如此一反常态的做法，怎能不引起警方的怀疑？就在商贩准备驾车离开时，格林女探长迅速带领手下围了上去。眼见不妙，男人还想逃，但最终还是被抓了起来。面对格林的质问，男子不停地大喊自己错了，他只是负责运输而已。难道箱子里真的是阿玛雅不成？当车子后备箱打开后，只见箱子突然间动了起来，显然里面肯定是活物。就在格林满怀期待的打开后，却突然被里面的东西吓了狠狠一大跳。原来里面装着的竟是一条黄金蟒。看来商贩一直都在偷偷的帮人走私这些。格林让手下将他带回警局审讯，而失踪的阿玛雅或许真的和此人无关。现在只剩下另一条线可继续追查了，那就是阿玛雅父亲的好友大卫。如果是熟人作案，目前大卫的嫌疑是最大的。他不仅有作案时间，同样有作案动机，因为他曾被指控侵犯过年轻女孩。就在案件进展不顺利时，手下查到大卫妻子的名下还有一处闲置的房产。格林觉得不管如何都要去排查一番。此时在另一边，新人女记者米伦也在和组长探讨大卫的事。作为曾经被侵犯过的受害者，米伦是除警方以外对阿玛雅失踪案最上心的一位。他不想看到悲剧重演，而且他认为如果嫌疑人不是大卫，那么现在警方就是在浪费时间。于是米伦决定去找大卫的儿子塞缪尔谈一谈，看看是否能得到一些别的线索。就这样，当他找到塞缪尔时，虽然以记者的身份被拒绝了很多次，但最终米伦还是说服男孩重新打开了门。一进来，塞缪尔就义愤填膺地表示媒体在胡说八道，他的父亲不可能去绑架阿玛雅的，因为两家人的关系非常好。阿玛雅以前经常来他家里玩，他的父亲对待阿玛雅就像女儿一样。然而就在他希望米伦能为父亲证明清白时，另一边的警方带着大卫的妻子来到了他名下闲置的房产里。没想到的是，在其中一个稍微隐蔽的房间里，格林发现了一个录像机，两人随即戴上了专用手套。然而当录像打开之后，里面却出现了塞缪尔和一个年轻女孩的身影，与之传来的声音赫然就是大卫。通过声音可以判断大卫让儿子正在进行一些非法侵犯。不巧的是，这一幕被大卫的妻子所看到，她难以置信仅有18岁的儿子竟然做出了这种事。当警方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后，女人随即打给了自己的儿子。塞缪尔听到母亲的声音不对劲，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于是母亲崩溃地说出了警方和自己的发现。这一刻男孩彻底的慌了，此事一旦报道出去，他的前途和名声全都毁了。或许看出了他的不对劲，米伦试图安慰他冷静一下，不管发生了什么自己都会帮他。可没想到男孩仅仅说了句阿玛雅的事与他们无关，便突然冲向了阳台上。当米伦惊恐地走过去查看，男孩已然身亡。这强烈的一幕再次冲击了米伦的内心。随着警方的到来，不明所以的米伦也终于知道了塞缪尔为何要跳楼。显然这件事与阿玛雅的失踪案无关。格林也知道米伦曾经的遭遇，时至今日那些侵犯者都未曾被抓到。他希望米伦能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再执着这起案件了。当格林回到警局后，知道儿子死讯的大卫正痛哭不已，而手下也找到了一些新的信息，那就是在阿玛雅失踪时，大卫虽然消失了几分钟，但却在一家商店里拍到了他。也就是说，大卫并不是带走阿玛雅的人，而死去的塞缪尔当时也有不在场证明。案件再次陷入了焦灼状态，这瞬间让格林气愤不已。另一边，阿玛雅的父母正在为女儿进行彻夜祈福，一些亲朋好友也纷纷赶来为阿玛雅祈祷。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阿玛雅的失踪案却再也没有任何进展。时间匆匆而过，来到了2016年，此时距离小女孩失踪整整过去了6年。米伦也从一名新人女记者变成了干练的职场能人。这天，她无意中收到了一个包裹。随后没多久，失踪女孩阿玛雅的父母再次来到了警局。原来有人匿名给南方日报的米伦寄了个信封，里面只有一卷录像带。当格林打开之后，伴随着雪花一般的画面，阿玛雅的父母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下一刻，一个女孩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了画面里。即便女孩已经长大了，可女人一眼就认出了这正是自己的女儿阿玛雅。
可经过警方的分析，却无法追踪录像带来自哪里，只知道拍摄的设备似乎是一款名为三洋的老旧录像机。看来想要找到失踪的阿玛雅，只能先从录像内容里的各种物品下手了。不过格林女探长有些奇怪，绑架犯为何要送这盘录像带给南方日报呢？而且压根没有向阿玛雅的家人提出任何赎金的要求，这一举动完全猜不透。不管如何，既然有了新的线索，那么警方只能以此去追踪失踪的阿玛雅了。于是录像里的各种物品全部被罗列了出来。通过大量警力的连夜排查，结果发现这些物品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因为它们不仅很便宜，而且在任何地方甚至网上都可以买到。想要找到有用的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就在案件再次陷入困境时，一则论坛里的帖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这款三洋设备非常老旧，使用它的人并不多，而发帖人似乎是之前的设备出了问题，便想要再购买一套同款设备。就这样，一个名叫詹姆斯的男子走入了警方的视线。此人并不是西班牙人。经过调查，1980年詹姆斯在公园里试图掳走一个女孩时被抓，后来又因非礼年轻女孩被逮捕，一直到了2005年才获释。也是那一年，他从伦敦来到了西班牙，现在一直都在马拉加工作。格林向领导汇报了此人的种种案底，并申请逮捕令，因为他很大可能就是绑架阿玛雅的嫌疑人。之后没多久，米伦收到了来自格林的电话，警方要抓捕一位可能关乎失踪案的嫌疑人，而这将成为米伦的独家新闻。于是，在这天下午，格林带着人直接来到了一家纹身店。此时的詹姆斯正在给客人纹身。奇怪的是，当格林说要带走他时，男人似乎一点也不奇怪，仿佛知道警方会过来一样。而就在他被带上警车时，詹姆斯奇怪地看了眼不远处的米伦。回到警局的审讯室，面对格林的质问，詹姆斯冷静地说道：“阿玛雅案与自己无关，而且他有不在场证明。”格林询问4天前他在哪里，那天正是米伦收到录像带的日子。詹姆斯表示，他和自己的女同事一整天都待在床上。为了确认他所说真伪，警方随即对纹身店女孩进行了简单的问询，结果的确如他所说。而在詹姆斯所住的房车里，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阿玛雅的蛛丝马迹。就这样，因为没有证据，格林只能释放了詹姆斯，不过也警告他不能离开马拉加。而当詹姆斯离开警局后，米伦却找上了他。他本想询问对方几个问题，没想到詹姆斯却表示认识他，甚至知道关于米伦过去的遭遇。这些话瞬间触动了女人。随着公交车的到来，两人在车上有了一番对话，而米伦也终于知道了一个可怕的真相，那就是有一个叫滑梯的网站，它专为各种恋物癖或者变态的人所设立。比如大卫之前拍摄的非法录像，在那上面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曾把米伦被侵犯的视频上传了进去。詹姆斯曾无意中看到过，所以他明白米伦之前的遭遇。他也承认自己之前确实有点小变态，但绝对和阿玛雅的案件无关。这些话让米伦再次想起了那段痛苦的经历，但他还是强忍着询问詹姆斯是否记得那些侵犯者的模样。詹姆斯表示没看清，因为他当时的注意力并不在他们身上。不过詹姆斯又说到，那个网站还有一个论坛，里面的人会进行一些私密分享，进入其中需要花费一些昂贵的费用。关于这个论坛的用户，詹姆斯保留了一份清单，里面或许有管理员，如果能联系到他，米伦或许就能找到自己的视频。不过这份清单，詹姆斯却开口1万欧元，希望米伦可以考虑一下。回到住处的米伦直接崩溃了，原来自己那段惨痛的记忆竟然成为了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冷静下来的米伦决定要揭开这黑暗的面目，于是他直接拿起电话打给了大卫，并和对方约定了一个见面的地点。自从大卫的儿子塞缪尔跳楼之后，这个男人苍老了很多。对于米伦的询问，他如实讲述了自己所知的滑梯信息，里面的确充斥着各种非法视频，但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有传闻说，网站背后不仅有黑帮的人物撑腰，甚至有一些政客和商人与此有关。他希望米伦不要去调查，因为一旦被对方知晓，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听完大卫的讲述，米伦表示了感谢，但在他离开时，大卫再次劝告他不要去调查滑梯背后的人。不过米伦显然没有听从他的话语，他找到了詹姆斯，表示愿意出钱购买那份清单。不过詹姆斯却又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给米伦拍一张照片。虽然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米伦还是答应了他。就在双方达成交易之后，米伦带着清单离开了这里。时间一晃又过去了3年。这天正在跑步的米伦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对方指定了一个地点给他。当他找到对方提到的垃圾桶后，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包裹。而没多久，阿玛雅的父母再次来到了警局，原来又一卷录像带匿名寄给了米伦。打开之后，同样先是一阵雪花般的画面，然后长大后的阿玛雅再次出现在了视频里。看着女儿的模样，父母虽然很伤心，但又充满了疑惑，绑架他们女儿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外面的警察也在询问为何每次对方都把录像带寄给米伦。米伦只是简单的说了句。得知女儿还活着的信息，阿玛雅的父母对着媒体像绑匪说道，他们愿意满足任何要求，只求把女儿还给他。男人也直接宣布，有任何人提供线索都可以获得10万欧元的赏金。虽然已经过去了9年，此事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警方高层也开始对办案的格林等人施加压力。没想到的是，失踪案还没有着落，另一起谋杀案又走进了警方的视线。等格林赶到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詹姆斯居住的房车。诡异的是，里面竟然发现了2具尸体。经过化验比对，这2人赫然就是詹姆斯和大卫，而2个都是和阿玛雅案有过关联的人。
另一边，米伦一直都在寻找关于三洋录像机设备的线索，他排除了一家又一家，目前只剩下最后一个。米伦走进去，假装想要维修这种老旧设备，但又找不到相关的配件，便询问老板有没有。没想到老板突然说到，这可有点巧。原来几周前有个人送过来维修同款设备，可等米伦询问对方的信息时，老板却拒绝告诉他。于是米伦假装走了出去，然后趁着老板不注意，他又反身回来拿走了老板记录的客户信息本。等回到公司后，米伦顺利从笔记里得到了一个人名，对方叫爱丽丝，居住在名为帕劳塔的偏僻村子附近。他对领导表示自己去前往调查一下，看看能否找到失踪女孩的信息。然而等他刚走出大厅，格林就带着人找到了他，并告诉米伦他涉嫌和一起谋杀案有关。原来警方在詹姆斯的房车保险柜里找到了米伦的照片，这一下让米伦有些错愕，他隐隐猜到这两个人的死可能与滑梯有关。随着米伦被带走，名为帕劳塔村子附近的一栋房子内，被称为爱丽丝的女人来到了阁楼的一处房间。这里的布局赫然和录像里关阿玛雅的房间一样，只不过当爱丽丝呼叫对方女儿时，女孩却这样回道：2010年，作为医生的阿玛雅母亲告诉自己的病人，她可能以后再也无法生育。这个女人就是爱丽丝，失去了当妈妈的权利瞬间让她如遭重击。此时正值三王节庆典期间，回去的路上，尽管丈夫一直在安慰妻子，可爱丽丝看到周围的孩子却显得那么的悲伤不安。与此同时，阿玛雅一家三口也来到了庆典现场，看到自己的主治医生，爱丽丝急忙打了声招呼，阿玛雅母亲也简单的做出了回应。骑在父亲肩膀上的小女孩让爱丽丝露出了羡慕的目光。随着夜色降临，虽然整个庆典阴雨绵绵，但三王节的庆典依然热闹非凡，只有痛苦的爱丽丝黯然神伤。没想到就在她转头的瞬间，她突然看到阿玛雅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中，女人缓慢地来到女孩身边询问发生了什么。只见女孩一脸委屈地哭着表示找不到自己的爸妈了。爱丽丝询问她还记得自己吗？当初他们在医院里曾经见过面，而爱丽丝的丈夫也在努力地四处查看阿玛雅的父母。当爱丽丝将一颗糖果递到女孩手里时，一股特别的感觉突然席卷了她的内心。只见她二话不说拉着阿玛雅就走，丈夫试图阻止她不要这样，可爱丽丝却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另一边，阿玛雅的父亲正在大声呼喊女儿的名字，而爱丽丝则带着阿玛雅来到了一条小巷子，并脱掉了女孩的黄色雨衣，随后拿给了丈夫让她扔远一点。男人不敢犹豫，急忙遵从了妻子的指示。这一幕也被楼上的老奶奶所看到，但她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刻的爱丽丝已经决定，她把阿玛雅占为己有。不幸的是，阿玛雅的母亲就从旁边跑过，或许女儿的消失已经让她丧失了理智。就这样，当爱丽丝和丈夫一起带着委屈的阿玛雅离开庆典现场后，一起离奇的儿童失踪案就此拉开了序幕。当他们回到那偏远的家里后，起初阿玛雅根本无法接受爱丽丝，她一直哭闹找自己的亲生母亲，而爱丽丝却表示从此以后她就是妈妈。显然女孩并不接受。之后没多久，两人在阿玛雅的房间里安装了一个老式监控录像，他们本意是害怕女孩跑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阿玛雅虽然不承认她，但面对女人持续的糖衣炮弹，小女孩最终还是慢慢开始接受她。平常没事的时候，看着电视上阿玛雅母亲崩溃地寻找女儿，爱丽丝虽然有些愧疚，但根本不会把女孩还给他们。也是在这时，她感受到那个叫米伦的女记者似乎对阿玛雅的事非常伤心。接下来的日子里，阿玛雅得了一场病，爱丽丝也每天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两人同住一张床上。时间匆匆而过，来到了2016年，阿玛雅已经长大了不少，她似乎已经接受了爱丽丝就是自己母亲的事实。家里面虽然多了很多欢声笑语，可爱丽丝看着自己的主治医生陷入了绝望后，她的心里又多了不少内疚之情。为此，她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截取一段阿玛雅的录像匿名给米伦，希望以她的名义让阿玛雅的妈妈知晓女儿还活着。本意是想给对方的生活带来一丝希望，也的确让阿玛雅的父母非常的激动，他们重新激起了寻找女儿的愿望。时间再次匆匆而过，来到了2019年，距离阿玛雅失踪已经9年了。然而这天，爱丽丝突然慌乱地跑过来带走了她。原来是有人开着车子正朝这边驶来，害怕暴露的爱丽丝只能将阿玛雅藏了起来，可还是被开车的男子看到了身影。他是银行的职员，来此是催收房贷的。当爱丽丝的丈夫热情地将她带进屋里后，她反而有些不自在起来，因为她知道爱丽丝夫妇根本就没孩子，加上新闻上的热点阿玛雅失踪案，男人认为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于是他不再催促，而是准备先离开这里。或许感到对方发现了什么，躲在外面的爱丽丝直接拿出喷子解决了他。两人一不错便不错，随着男人的死亡，他们将对方的尸体移走埋了起来。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还算平静。这天，爱丽丝发现录像带似乎出了毛病，她准备拿去维修一下，然而丈夫却带来了一个噩耗，因为他们没有及时还上房贷，银行准备将他们赶出去。这一刻的爱丽丝简直快要崩溃了，离开了这里，他们根本无处可去。女人激动地开始大喊大叫，丈夫试图让她冷静下来，可爱丽丝却气愤地表示，如果别人想要夺走自己的女儿，她就选择自杀。看到妻子已经陷入了疯狂，男人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向警方认罪。他决定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行前又告诉阿玛雅，他们两个是真的爱她。在这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男人来到了警局门口，犹豫了很久，最终他下定了决心。只见他快步朝着警局走去。
仿佛上天开了个玩笑。男人的死虽然让爱丽丝和阿玛雅痛苦不已，可他的死亡保险却帮助爱丽丝付清了房贷。等到两人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后，爱丽丝告诉阿玛雅，这是她父亲从天堂送给两人的礼物。随后，爱丽丝又拿出一张照片，她也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把房子卖掉，然后带阿玛雅离开这座城市。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爱丽丝又拿出了一卷录像带，放在了其中一个垃圾桶里。随后把消息通知给了米伦。时间线回到米伦被警方带走之后，对于警方的审讯，米伦只是表示自己因为阿玛雅的案子和死去的詹姆斯以及大卫有过交集，其他的一概不知。虽然他内心隐隐猜测这两人的死和滑梯脱不了关系，但他不敢讲出来。一是对方的背景很强大，二是他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明，警方也只能任由米伦离开。没想到的是，不知是谁泄露了信息，第二天新闻上就出现了米伦和谋杀案有关的消息。看来有人想要给米伦制造难题，但不管怎样，米伦已经查到了爱丽丝的住址，无论如何他都要去一趟。于是米伦告别了族长后，只身朝着爱丽丝的家赶去。米伦只身找到了爱丽丝的家里，他想和爱丽丝聊一聊关于录像机的事。而爱丽丝在看到米伦后，她知道米伦是谁，又有着怎样的目的，于是假装不认识他，甚至直接拒绝了和米伦交流。不过就在米伦准备离开时，却突然看到了院子里有一辆儿童车。奇怪的是，这家人并没有孩子，而里面的爱丽丝也发现了这点，她急忙出来喊住了米伦，同时表示自己愿意和他聊一聊。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屋里。就在双方交流时，米伦看见了桌子上的老旧录像设备，紧张的爱丽丝急忙站起来说去给他倒杯水。而另一边躲在房间里的阿玛雅正抱着狗子惊恐不已，在他的认知里，自己绝不能被外面的人发现。此时爱丽丝借着倒水的时候直接拿起了一把刀，如果情况不对，她甚至想直接杀了米伦。与此同时，米伦突然听到楼上的房间里传来了声音，原来是不听话的狗子在试图开门。米伦询问上面难道有人吗？爱丽丝慌了，就连拿着刀的手也在颤抖，杀还是不杀只在一念之间。最终爱丽丝没有下手，她把刀子收了起来，同时告诉米伦阁楼里关了一条狗。恰逢此时，一阵狗叫声传来，这一下直接打消了米伦的疑虑。为了不让对方借口上楼查看，爱丽丝提前上去把狗带了下来。看着可爱的狗子，米伦也伸手抚摸了下它。接下来的对话都比较正常。对于那款老旧设备，爱丽丝表示都是丈夫生前的喜好。或许想起了丈夫，爱丽丝突然哭了起来。而就在此时，米伦看着她头上的头巾，突然想到了什么，紧接着他便匆匆告别了爱丽丝。精明的爱丽丝也察觉到了她的情绪不太对，但米伦突然间要离开，她也无法阻拦。当米伦驾驶车子远离了爱丽丝的家后，他急忙掏出手机打开了之前阿玛雅的录像，只见女孩头上的丝巾和爱丽丝头上的一模一样。综合种种疑点，米伦确定她就是绑架阿玛雅的人。于是他直接打给了格林女探长，并把地址和发现都说了出来，而他自己又悄悄地摸了回去，在不远处监视。此时在屋里的爱丽丝突然感觉大事不妙，她二话不说就开始收拾衣物。在这个大雨滂沱的晚上，爱丽丝先是将一把猎枪放在了车上，随后拉着阿玛雅准备逃离，而这一切都被米伦所看到。看着对方驾车驶离，米伦只能悄悄跟了上去。好在因为下雨的缘故，爱丽丝没能及时发现他，而米伦也边追踪边联系警方。没想到的是，开车的爱丽丝突然疯狂了起来，她似乎知道米伦就在后面，便开始质疑为何老天要这样对待她，说着还对阿玛雅不停地道歉。她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不让任何人带走阿玛雅。米伦惊恐地看着对方的车子飞了出去，他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等找到两人时，爱丽丝已经身亡，受了点轻伤的阿玛雅拿起了武器对着米伦，他质问米伦为何要害死他的母亲，而米伦则说出了阿玛雅真正的身份。可9年的时间似乎已经让阿玛雅忘记了曾经的一切，他不仅不相信米伦所说，还对着他开了一枪。好在这一枪打偏了，米伦也不再废话，直接上前控制住了失控的阿玛雅。就这样，两个女人在大雨里抱在一起痛哭不已。第二天，当警方封锁了现场后，爱丽丝的尸体被装进了袋子里，一场时隔9年的失踪案就此落下了帷幕。阿玛雅的父母虽然找回了女儿，可女儿似乎不再是他们眼中那个可爱的小精灵了。这种无以言表的悲伤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被治愈。过了不久，米伦将这起案件写成了一本书，他也尝试面对自己内心最痛苦的经历。可没想到的是，一个包裹再次寄到了他的手里。等疑惑的米伦打开后才发现，里面正是他被侵犯前的一张照片。